Historical Fragments 1. 小时候的卡尔荣格有一个不寻常的朋友，一块古老的石头。他常常与这块石头对话，仿佛他是一个智慧老者，倾听他的秘密和梦想。荣格声称，这块石头是他的秘密同伴，向他展示了一个比肉眼可见的世界更深层的现实。那么，一个孩子如何从一块石头那里找到灵感和安慰？荣格的童年故事告诉我们，孩子的想象力是无限的。鼓励孩子与自然对话，可能是启发他们内在智慧的最佳方式。Historical Fragments 2. 你知道吗？卡尔荣格在11岁时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梦境，它影响了他的一生。在梦中，他下降到地底深处，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和一个充满神秘象征的地下室。这个梦让他后来成为了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一个孩子的梦境怎样能够预示他的未来？荣格的故事启示我们，孩子们的梦和幻想不仅值得关注，而且可能隐藏着他们未来潜能的线索。Historical Fragments 3. 在青年时期的卡尔荣格，曾有一段时间对自己的梦境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分析。他每晚记录梦境，并与之对话，试图从中解读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些早期的自我探索最终奠定了他分析心理学的基础。但是，一个青年如何通过梦境了解自己，进而影响了心理学的未来？荣格的这一故事表明，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帮助他们发掘出真正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Historical Fragments 4. 20多岁的卡尔荣格在苏黎世湖畔找到了一块土地，开始建造一座简单的石塔。这个地方没有电，也没有水，但对荣格来说，它是一个进行深度思考和创造性工作的理想场所。在这里，荣格开始了他对人类心灵的长期研究。一个青年如何在隔绝的环境中找到创造性的力量，并以此改变心理学的领域。荣格的隐居生活告诉我们，远离喧嚣，专注于内在的声音，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是培养创新和坚持的关键一步。Historical Fragments 5. 中年时期的卡尔荣格曾经历一段深刻的心灵危机，他通过自我实验探索了潜意识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他创作了一部充满神秘的个人手稿《红书》。这本书充满了象征性的画作和思想，记录了他的内心旅程。如何一部私人作品能够揭示人类心灵的共同深层结构？荣格的红书故事吸引着那些寻求自我发现与心灵成长的人，它启示我们深入自我探索的勇气，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Historical Fragments 6. 在卡尔荣格的中年时期，他进行了一次前往北非的旅行。在撒哈拉沙漠中，荣格体验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感，这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沙漠中的经历加深了他对集体无意识的理解。一个心理学家在沙漠中能发现什么心灵的秘密？荣格的非洲之旅揭示了不同文化和环境如何影响我们内在的心理结构。对于寻求深刻理解人类本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鲜活的启示。Historical Fragments 7. 在卡尔荣格的晚年，他不断地写作和讲述他的理论，尤其是关于人类发展后期的深刻见解。他提出了个体化的概念，认为这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但是，个体化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指引我们在老年时寻找生命的深刻意义？荣格晚年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深入了解自己，即使在生命的暮年也不停止成长，寻找个人的真实道路。Historical Fragments 8. 卡尔荣格老年时期依然保持着与内在世界的对话，他在自己的家梦之园中继续探索梦境与象征，甚至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新的象征和理论。荣格的晚年梦境有何新的启示？他如何通过这些梦境的指引，为我们解锁潜意识的更多秘密？荣格晚年对梦的研究强化了他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为追求深度心理学理解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Historical Fragments 9. 卡尔·荣格，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心灵深处的理解？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类共享的记忆和经验。他的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梦境、神话以及艺术的共同根源？更神奇的是，这如何影响了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和文化研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仅是心理学领域的革命，它还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电影、艺术以及精神探索的方式，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Mark of the Day. 当你瞥见卡尔·荣格的童年照片，可能会被那双深邃的眼睛所吸引，他们似乎隐藏着对未知的深刻洞察。在瑞士的一个牧师家庭中成长，年幼的荣格就展现出对梦境和神秘事物的不同寻常的兴趣。家族中的宗教氛围和古老故事为他后来的理论播下了种子。年少的荣格早已习惯于孤独，这份孤独让他沉浸在丰富的内心世界中，而这正是他未来探索心灵深处的起点。青年时期，荣格投身于医学和心理学的学习，他的好奇心和对人类行为的渴望了解推动他走向了精神分析的前沿。在与弗洛伊德的合作中，他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梦的分析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这些理论在他中老年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对心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荣格的一生是对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的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他从一个对宗教充满着既敬畏又好奇的孩子，成长为深刻理解人类心灵的大师。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心理学发展的缩影。在荣格的家庭和成长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将个人的经历转化为普遍的真理，并最终影响了全世界的思想。荣格的生活和工作是对人类探索自我和深层心理的永恒诉求的一次深刻反思。在20世纪初，当卡尔·荣格在西方心理学的天空中绘制出一片全新的星座时，远在东方，中国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变革。正如荣格探索潜意识的深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探索如何摆脱传统束缚，寻求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荣格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个体化过程的理论，为中国心理学界和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他们理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荣格的理论对艺术、文学、宗教、哲学和心理治疗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将东方哲学和符号学融入他的工作，荣格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让世界看到了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能够促进集体无意识的丰富性，从而帮助个体达到心灵的完整。在荣格的影响下，很多心理治疗师开始重视患者的个人故事和文化背景，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治疗中，帮助人们解决心理冲突，实现自我成长。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自我探索的工具，让我们有机会理解那些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图案及原型。卡尔·荣格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他的理论不断地激发着新的思考和实践，特别是在理解人类行为和促进心理健康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荣格的思想帮助人们认识到，尽管科技和物质条件的进步至关重要，但精神层面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他的观点强调了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醒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应忽视心灵的成长和个体的价值。荣格的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洞察，这些洞察至今仍在启发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在历史的进程中，荣格的工作不仅丰富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还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化、艺术和人类本性的认知。在全球化的今天，荣格的思想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了解自我和尊重多元文化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卡尔·荣格的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了许多富有趣味的细节，
荣格不仅是心理学家，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涉猎广泛，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创造力。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荣格对石头的特殊爱好。在他的私人住所柏林根 Bollingen 塔附近，荣格喜爱亲手堆砌石头，这座塔成为了他的精神避难所。他将其看作是自己个人发展和心灵探索的象征。荣格在这里进行了许多写作和思考。他在塔中的墙上刻下了许多对他意义重大的符号和拉丁文铭文，反映出他对潜意识的深刻洞察。荣格还是一位热心的园艺家和手工艺者。他在柏林根的家中花了很多时间栽培植物，并且亲手制作家具和雕刻。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对荣格来说，他们是与自然和自我内在世界连接的重要途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荣格对符号和同步性的研究。他对易经非常感兴趣，并将其用作理解同步性现象的一种工具。荣格相信，同步性事件揭示了个体心灵与更广泛的集体无意识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对心理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荣格的个性和他的工作一样多面，他的生活展现了一个始终在探索自我的人，不断寻求各种方式以连接内在世界和外在现实。这种生活态度和多元化的兴趣爱好使荣格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行为至今仍能激发人们对心灵深处奥秘的探索。